心。調皮老爸旅遊去很有人情味的飯店出發嘍！早安，我是調皮老爸，在不同的地方醒來，重新認識生活。今天來到了東碧山莊，位於雲林縣古坑鄉，海拔1314公尺，是雲林縣海拔最高的飯店。在飯店就可以欣賞到山景。我要帶各位用走路的，從飯店出發，探索3個草嶺景點。晚上飯店有準備美味的山產美食。現在是下午3點，行駛在149甲縣道，我們看到了美麗的夕陽。突然，一個髮夾彎走上來，在右邊看到了一個好大的停車場，停下來走走。這裡看到了好漂亮的風景。如果你們想專程過來這裡，可以導航2洞洞步道，步道就在停車場的對面。在草嶺風景區有很多景點可以走訪。我原本是打算2天內把所有的草嶺實景都走過一遍，但實際走下來，發現時間不太夠用，2洞洞步道就留着下一趟旅程再來走訪。上一集帶各位走訪的蓬萊瀑布，算是蠻多遊客的景點。從蓬萊瀑布到東碧山莊，人潮又減少了，沿路上也沒有什麼商店，很難想象這是周末出遊的路況。路上幾乎都沒有什麼車，可能是因為草嶺離阿里山很近的關係，所以很難得出遊的朋友們，或許就會優先選擇到阿里山遊玩。不過經過這次的草嶺之旅，我深深的感受到這裡真的是個很漂亮的地方，而且每個景點的步道都有在用心維護，包括明天早上帶各位走的就在飯店附近而已。經過一個轉彎處，我們來到了東碧山莊，我們就順着行駛的方向停在右邊的停車場。我們明天還要繼續往山上走，停在飯店對面的停車場對我們來說比較方便。停車場停了不少遊覽車。一開始我會注意到這家飯店是在網絡上搜尋公車路線找到的。台灣好行有推出草嶺線2日遊來回套票，包括住宿及導覽人員一個人3400元，而東碧山莊就是包含在套票行程裡面。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參考影片說明欄的購票連結。東碧山莊是在1982年成立，距今已經超過30年的歷史。雖然是老字號的飯店，但從外觀看不出來有歲月斑駁的痕跡。在這片大空地上有搖椅，還有魚池。從斜坡上去就是接待櫃檯，接待櫃檯的地板跟牆壁都維持得很乾淨。這樣的配色看起來很不像是30年的老店。要預訂飯店，沒有網站可以線上預訂，要靠打電話來訂房。飯店有將價目表放在他們的官方 FB。我們這次入住的時間是11月15日星期六，原本是訂一間4人房4600元，在 check in 的時候，老闆娘把我們的房間升級6人房。晚餐的收費是一個人300元。我入住之前就先打電話預訂，說要4人份的晚餐。當老闆娘看到我們帶2個小朋友出門，其中一個又只有4歲，晚餐就跟我們收3個人的錢，但是分量還是維持4人份的餐點。很感謝老闆娘熱情的招待。在接待櫃檯的旁邊有電梯，可以通往餐廳跟客房。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在 B1 這一層，除了有接待櫃檯，還有木屋區，這裡有樓梯可以上去，走上去就會到達餐廳。餐廳這裡有賣一些農特產品，有果乾、筍乾、咖啡豆、苦茶油。這裡的攤位沒有人在顧店，就是良心商店，想要買東西就自己投錢幣。整間飯店給人的感覺就是很悠閒、很自在，不管走到哪裡，幾乎都看不到飯店的工作人員，只有在辦理入住以及用餐時間才會看到他們。平常沒事的時候，飯店的主人就在自己的大辦公室休息，他們也有小朋友，常常看到他們家的小朋友走來走去，也會跟着我們家的玩在一起。感覺來這裡不太像住飯店，比較像到隔壁的鄰居家玩耍，或許也是感受到深山的寧靜，在這裡漫步，心情格外放鬆。來猜猜看，門從哪邊開？那邊。我也是猜那邊。老公這間很讚啊！哦耶，哦耶，我都打開了。餐廳再上去就是2樓，我們來帶各位看看我們今晚入住的房間。2樓的走廊都是用木地板，牆壁是乾淨的白色，門鎖是用電子式感應的房卡，真的看不出來是個30年的老店。整個樓層都有在用心維護。這間房號是213 6人房，整間房間也都是木地板。小朋友一看到木地板就趕緊把鞋子脫掉，準備要在地板上奔跑了。6人房有3張雙人床，1張沙發，1台小電視，整個空間蠻大的。浴室也很乾淨，瓷磚看起來也是有重新貼過，沒有斑駁的痕跡。唯一看得出來有歲月的痕跡，大概就是這支吹風機了。這是傳統按壓式吹風機，手指要持續按壓按鈕才會一直產生熱風。這間房間沒有冷氣，不過有電風扇。我在猜，可能因為這裡是高海拔的關係，到了晚上會很冷，也用不太到冷氣。
在餐廳外面有溫度計，我們吃晚餐的時候氣溫是13度，一走出餐廳真的是會冷到發抖。或許是因為我在11月入住，氣候比較涼爽，所以晚上睡覺沒有冷氣也沒關係。不過回頭看看我今天拍的照片，白天我是真的穿着短袖拍照，晚上突然變很冷。我剛進房間的時候還以為冷氣已經打開了，還在找遙控器想把冷氣關掉。天色暗了，我們來去1樓吃晚餐嘍。遊覽車一台接着一台開進了飯店，餐廳不知不覺就坐滿了人。晚餐是無菜單料理，白飯是無限量供應。很特別的是，在飯鍋旁邊就是苦茶油跟醬油，很適合用來配飯。飯店幫我們準備了4人份的晚餐，包括了6道菜，有豬腳、西蝦、貴竹筍、苦茶油雞、高麗菜、地瓜葉，1大碗湯，1盤水果，而且只收我們3個人的錢。每道菜都很新鮮，很美味。山上的高麗菜都特別鮮甜，還有1大碗的苦瓜雞湯，這一餐吃得好撐。各位如果有來這裡住宿，記得一定要加點晚餐哦。草嶺山上的夜晚有什麼休閒活動呢？在飯店附近有個石壁旅遊服務中心，旅行團的遊客都在這裡唱歌，氣氛很歡樂。其實這附近很少店家，但我很喜歡這樣的寧靜。抬頭又能看到滿天星星。往下走200公尺，有一間飲料店我蠻有興趣的，賴記涼茶鋪。從它的菜單可以看到，有很多種類的花草茶，甚至是藥草茶。不過這家店門口有個公告，老闆什麼時候開店要看緣分。這裡也是個很重要的地標，我們明天前往的遊龍湖步道就是從這裡出發。從茶鋪再往下走300公尺，我們來到了石壁大飯店，外面正在開心的唱歌，飯店老闆也熱情的邀請我們同樂。夜晚的草嶺歡唱聲此起彼落。对呀，我們這樣很溫暖。姐姐，你再過去一點。Yes。這樣就很溫暖。早安，今天又是個美好的一天。現在從飯店出發，用走的來帶各位看看附近的景點。從飯店出來右轉，會馬上看到木馬古道的指標。不過其實這個是登山口的指標，要到達登山口至少要走1公里。因為我帶着大女兒走，所以這次就選了一個路程比較短的景點。木馬古道會在下一集帶各位看看。現在我要帶各位走訪3個景點，而且路線非常簡單。我們先走到賴記涼茶鋪，在這裡就可以看到群山圍繞的風景。沿着茶鋪旁邊的步道走，我們先去遊龍湖步道。一開始的步道是鋼制骨架，非常好走。步道旁邊就是茶田。這個鋼制的步道很短，走完就會看到遊龍湖了。那是茶哦，葉子就是茶。寶寶，你聽水的聲音，代表在那邊的。哎呀，這裡。這裡有個指標，往右邊走200公尺就會走到出口，往左邊走會連接到飯店。遊龍湖的由來是因為眼前這條水流看起來就像隻巨龍在湖裡遨遊。現在是草嶺的枯水期，所以感受不到巨龍的氣勢，不過還是可以從這些岩石隱隱約約的看到巨龍的影子。我們現在右轉，在200公尺之後，帶各位看看下一個景點。走出了遊龍湖步道，來到了一個停車場，這裡同時也是3個景點的中心點。如果各位要前往這裡，導航仙谷停車場涼亭，這也是個免門票、免停車費的景點。在涼亭的旁邊有座橋，我們現在要走過這座橋，前往蓮心池瀑布。從這裡到蓮心池瀑布只有200公尺。一開始有一些階梯，不過不會很多，也不會很陡，非常的好走。在步道的旁邊有溪流，而且還有很多比人還高的大石頭。現在都是平坦的路，是不是很好走呢？走上觀景台就看到了蓮心池瀑布。在觀景台旁邊還有一段階梯，不知道會到哪裡呢？但考量到小朋友回程的體力，這次就沒有再繼續走階梯上去了，留着給各位朋友們去冒險吧。我們的早晨之旅還沒結束哦，還有個景點，回到剛剛的停車場，往另一邊走30公尺，來到了石壁仙谷。
穿過了竹林，這裡有個指標，距離蓬萊瀑布1.5公尺。我覺得這個地方蠻有趣的，竟然可以沿着這個石頭路走到蓬萊瀑布。不知道這樣一直走下去，是不是就走到瀑布的最上方呢？爸比回來，我想回去，快點！不過大女兒不肯讓我繼續走。他說這裡的石頭很斜又很滑，怕我掉進水裡面。好吧，那我們就回飯店吃早餐吧。不過我還是會期待有天女兒可以跟我一起冒險。東壁山莊一個深山裡的秘境，悠閒放鬆的住宿環境，可以欣賞美景，又能享用美食，推薦大家來這裡走走。下個禮拜我帶各位看看草嶺十景海拔最高的景點。我們這次運氣很好，看到了美麗的夕陽。下個禮拜我們再一起出來玩吧。調皮老爸，祝你有個開心的一天。